办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明白了吗？明白，快去。秦队，哎，省厅来电话了啊，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的破了。好，万无一失了。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哎，是，我这也有责任呢。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走吧。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他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呢，听见动静就进来了。
把那孩子也弄死了。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那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的。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有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还电视天线呢。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喂，啊，好，去松山县。啊，川儿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哎，行。秦队，我松山县局的，我叫高正。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好，走。哎，他们不一块儿吗？下这么大雪？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5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有生挫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我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那个，这是那个材料和卷宗是吗？啊，对，都在这儿呢。高局，走吗？不走，等着。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没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度啊，下雪了吗？案发头1天下了场大雪。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1、2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你别说，有，还真有红白事儿。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好。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行啊，都搁家等着呢。就这户吗？就这个啊，是这户啊？对。在里边。哎呦，这人等着了。老李啊！哎，快起来，快起来！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快起来！孩子太可怜了。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5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儿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2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2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也不是什么经验，
给我画格子，把这个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那秦队都表态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干！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养活你了，这么大测不了，有脸不？5年了，谁让他都没测出来呀？你给我出去！你说什么乐有什么用啊？大哥，这出去说什么？你出来说，都是李爱的案子。大哥，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不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行了妈，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妈，你这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死孩崽子，一点也不听话！你这天烦死了。秦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好，意思全对。秦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县是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续成的，又是续成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情况比较特殊啊。每次来都特殊。小关，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雷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嘛。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1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听见了吗，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管了，正在整理呢。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部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今天就得去培训，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能啊。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秦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你好。你好，郭鑫。这位是法医师小苏畅。你好，你好。您好。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啊，烦人的秦队。来，把东西给我吧。不，搁哪儿？自己来。那放这儿吧。那啥轻点儿。哎呀，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哎。王老师，我能单独跟2位女同志聊聊吗？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拜托，行，走。2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这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2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2位忙啊，好吧，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别去，不踏实。哎，雷主任怎么样？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尽力了，我先走了。你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快，自己泡一下啊！好，辛苦了。好，谢谢。出来了！哎，这会儿出来了，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这左山乡6队马超华，什么意思？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别着急，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我知道了，好吧，好，稳当了啊！哎呦，郭老师，小苏，
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秦队，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少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嵩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为民。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妥妥的，控制住啊！我打啊！哎，别着急，别慌，妥，跟他们说清楚啊！龚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能走了不？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这不都采完了吗？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出来了吗？哎，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为民。谁？你确定？对，马为民。抓着了！好，抓着了！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其实吧，你没手写，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爱，她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她认识一下，她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我把我自己给毁了。你毁的是人家闺女和那一家子。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哟，回来了，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大好事儿，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考到省厅了？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不真行啊！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2盅。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哎呦，我们李文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这啥跟哪儿啊？你瞎说啥呢？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平安，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不。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姐。